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也是很快的，我们要提一下，就是说，当我们设计完就是数位课程之后，我们必要就是要知道学生学得好不好，还有说我们这个课程有没有效。那如果想要知道这方面的问题，就是牵扯到评量跟评鉴的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再回顾一下这个，其实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基本上我们要设计一个课程内容的时候呢，它最开始就是要有学习目标，学习目标驱动你的活动的设计，活动设计之后呢，我们最后还要设计评量，评量跟活动跟学习目标这三个之间是要一致的，也就是说学生学什么。你在课程内容要学生学什么，你的评量就是要去评那些东西，而你评量的东西就应该会是跟你原来所列的学生学习目标是一致的这样子。那当然你可以说在过程当中做一些校正，这个都是 OK 的，只要是最后在呈现的时候，这三个成分彼此之间是要能够呼应一致的，它就是有满足这样的要求。然后再来就是谈谈就是常见的所谓的 assessment， 那翻译成中文我们叫评量的形式有哪些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会说有两种，一种叫做 formative assessment， 就是形成性评量，那另外一种叫 summative assessment， 就是总结性评量。那基本上呢这两种最大的差别是它的目的的不同 ，purpose 不一样那 formative assessment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改善学生的学习跟改善老师的教学，这是形成性评量。那 summative assessment 总结性评量的目的呢，基本上就是要给成绩，或者是讲的比较严重一点贴标签，基本上可能跟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直接相关的，就是总结性评量，或者是最后来决定说这个老师教学绩效如何，或者是学生学习状况如何，都是 summative assessment 这样子。那另外还有第三种叫做 assessment as learning， 就是如果再看一下下面那个第二行，就是第二个小标题的话呢，有一种叫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然后另外一种叫 assessment of learning。第三种叫做 assessment as learning， 那这三种呢，其实也可以在跟前面的形成性评量跟总结性评量做一个交叉比对，这样子基本上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就是我的评量是为了要学习，为了促进学习，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形成性评量。然后再来呢，第二种叫做 assessment of learning，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我的评量是为了决定这个他的学习状况如何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总结性评量，是 summative assessment。那第三种呢 ，assessment as learning， 就是当你在学习的时候，同时进行评量的时候，这个时候学习跟评量有一点点分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基本上它也是一种形成性评量。那可是同时他在评量的时候就是在学习，就是这个过程比较分不清楚，它是合在一起的。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你让学生进行自我评量或是同侪评量，同学一边在评量其他同学所做出来的成品，他其实也一边在学习，所以这个就是 assessment as learning 这样子。那基本上教育的终极目标当然就是希望学生是他们自己的最好的评量者这样子那另外还有一种大家可能会听过，就是 diagnostic assessment， 就是它是诊断式评量。诊断式评量大概顾名思义，它比较像是能够诊断出说学生现在学习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根据这个诊断式评量的结果，再来想怎么样帮学生克服他这个学习的问题跟困难。所以它通常发生的时机是在教学前，先诊断一下现在学生的状况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它也是它的目的嘛，也是为了改进学生的学习状况，或者是克服学习的问题，所以它也是一种形成性评量。那现在就是说，大家也可以来思考讨论一下，就是在进行我们的课程规划跟教学设计跟实施的时候，哪一种评量的设计跟规划是重点，原因是为何的？也许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们老师们最常需要用到的，到底是形成性评量还是总结性评量，还是两种都有可能？那如果两种都有可能，哪一种其实在我们课程设计的时候比例会占的比较多？可以让大家思考讨论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哦，就是前面讲的 assessment 翻成中文是评量嘛，然后还有一个常用叫做 evaluation。那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哦？evaluation 其实如果要翻成中文，你可以说是评鉴比如说系所评鉴、教师评鉴这样子哦。那这两个的定义也有些许的不同，在教育上是不一样的哦。在教育里面呢，通常 assessment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用一些方法或是工具，是谁用？就是比如说教育者来用哦，他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去评估或者是去测量学习者他的学习的过程跟他的学习的成效哦。所以基本上 assessment 它的对象是学习者。我用 assessment 来了解学生学的怎么样，它的主要对象是 students 这样子哦。那 evaluation 呢，它其实你可以看到定义的话，定义上面这边写的话，它是一种所谓的科学方法、科学的调查哈。然后它是目的是用来干嘛呢？目的是用来决定某一件事情它的价值，就是 the worth of something 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设计出来的课程，它有没有达到它预期的成效？所以基本上 evaluation 它的对象是某一个成品，一个东西哦。当然你也可以说我要 evaluate 学生做的某个成品也是可以的这样子哦。但是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方法跟过程跟步骤去评鉴某一样东西，然后它为了用来帮助我们做 decision making， 然后或者是做 quality control， 比如说来评鉴一下我现在的这个所设计出来的数位学习内容有没有达到它的功效。那我们就来谈谈哦，就是说事实上 evaluation 这个观念也是很重要嘛。那我们当然要知道说我们所设计出来的一个数位课程或者是线上课程，它有没有达到它原来宣称或是它想要得到成效哦。那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图的话，或许可以想到，就是说大概有2种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像这样子的一个评鉴我们课程成效的一个研究方法，一个叫做 action research 行动研究，另外一个就是 design based research DBR。这2种呢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就是一个课程它最后的绩效如何哦。那以DBR 或者是行动研究都告诉我们说，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循环或是迭代的一个过程哈。它可能在整个课程设计的时候，它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设计的阶段 ，design 就是我把我的想法产生的时候。第2个阶段叫做发展，发展的意思就是有了想法之后，我开始产生那些具体的学习材料、学习内容跟学习任务。第3个阶段就是实施的部分，课程做完之后要实施，要有学习者来使用过。那这3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进行 evaluate， 就是说不是要等到最后才做 evaluate。当你在 design 的时候，你可以评估或是评鉴一下你目前的状况如何，所以每一个阶段其实都可以 evaluate。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一个循环 design develop implement 之后，你可能会需要进行第2次的，所以它是一个迭代的一个整个的评鉴过程。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评鉴的层级啊，学生的反应，其实也有理论告诉我们说，它可以是多层次的哦。比如说，它有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们可以从学生的反应 response 来知道说这个课程好不好，有没有效。这样，什么叫 response？ 就是学生直接的回应。通常它的方式就是一些问卷调查的方式，问学生满意度、喜好度、有用度之类的哦。然后第2个层次是学生学习的层次，就比如说我们用评量 assessment 的方式去直接评量学生他到底学到了哪些知识跟技能，不是让他圈那个问卷，是他直接回答问题，显现出他的技能跟知识。然后第3个层级呢是技能跟知识之上实际应用的表现，比如说他的如果以科学来讲，我们强调学生要能够进行科学探究的能力，那他会不会设计一个科学实验进行科学探究，那个就是在学习之上把知识跟技能混合起来的一个综合的表现的层次。然后第4个层次是结果的层次。那结果的层次的话呢，通常是机构或者是比如说要出商业课程的话的公司会需要知道，他们想要知道这样的课程我们投入的时间跟心力，然后学生的学习成效跟比如说报酬好了有没有达到我们原来预估的效果，这样这是 results 的部分。
那举我自己的设计的课程为例好了，就是说我设计了一个课程，是让学生用扩增实境这样子的一个科技，让学生学一个社会性科学议题，就是说现在假设我们有核能辐射发生了，核能辐射污染发生了，那学生他要能够知道比如说要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核能辐射污染，那学生他做完这个课程之后呢，比如说我们第一个 level， 我们可以去调查学生在课程当中的投入。这里的投入是学生他自己填的，我认为我有没有投入，所以他还是算是在学生的 response 的成绩，就是他的反应的成绩。再来，我可能可以再评量学生说，那个学生他在这个课程里面有没有学到核能辐射相关的知识呢？那这个就是 learning 的成绩。那除了这个 learning 的成绩之外，我还关心什么？就是我还关心说，学生他学会这个知道这个核能辐射相关知识之后，他可不可以拿来帮助他推理说，那假设今天有遇到了核能辐射污染，我要怎么解决？所以那个成绩是表现成绩的部分。那我这3个成绩系统性的收集起来之后，虽然这个是评量学生的表现，可是这样的评量同时也可以回馈给我，让我评鉴我的课程有没有达到我原来的设定的那个成效，所以它也是 evaluation 的一部分。那当然到了第3个层级通常会比较困难一点点，因为表现的部分你就可能要有一些细微的一些评分标准。那这边也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如果社会性科学议题推理能力，那个时候我们也做了很细部的，比如说把它分成有5个面向，然后每个面向它的表现层级都把它定义出来，这样子就可以用量化的方式来评量学生的表现。那到这边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做一个结语就是整合起来的话呢，今天这个课程内容如果要单纯以3句话来归纳，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课程里面大概要带走什么的话，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当我们进行数位课程规划的时候，可以按照你的需求不同选取相关的应用理论。这样，比如说你比较注重在学科有没有深入的学习的话，可以用知识整合理论。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怎么样在线上学习的时候要能够促进线上学习最大效益，你可以用 transactional distance theory。然后如果你想要知道是在设计一个媒体教材怎么样呈现给学生的时候，你可能用的是多媒体学习理论。然后第2个部分的话呢，基本上会强调说，当你开始进行数位教学设计的时候，首先的要素是要撰写学习目标，然后呢再来就是要用这个学习目标来设计一致的学习跟评量的活动。那有一些教学模式可以参考，教学设计模式可以参考，像 POE 或者是知识整合的教学模式。然后最后呢提到就是评量跟评鉴，那非常重视的部分是系统性的评量学生，以及当你在评鉴的时候可以迭代性的，也就是说也许我们第一次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我们再修改，然后再实施再分析，那相信最后应该都会达到很不错的一个数位课程的内容。